陈德胜当兵那天，曹州正下着大雪。1920年，他19岁，他爹死了1年，他娘带着他和他妹妹种着3亩薄地。那年收成不好，交完租子，家里连过冬的粮都不够了。他在村口站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跟他娘说：“娘，我去关外挣点钱。”他娘说：“关外那么远。”陈德胜说：“远怕什么？”他娘没有拦住他。他跟着一伙同乡走了40多天，到了哈尔滨。一路上他看见了不少东西，看见了火车，看见了洋人，看见了比曹州大得多的城市。他在码头扛过包，在货站卸过货。后来听说铁路招呼路兵，管吃管住发军装，他就去了。他走的那天，他娘送他到村口，给他塞了几个煮鸡蛋。他娘说：“路上吃。”陈德胜说：“娘，你留着卖钱。”他娘说：“鸡蛋不值几个钱，你拿着。”他接过来装在怀里，走出老远，回头看他娘还站在村口，风把他头上的蓝布巾吹得飘起来。他转过头继续走，没有回头。呼路军是中东铁路的警卫部队，名义上是保护铁路安全的，实际上就是东北军的铁路驻防部队。陈德胜不懂这些，他只知道穿上军装就有饭吃，有地方住，每个月还有几块大洋的军饷。他当兵那天，领了一身灰蓝色的军装，一支老套筒步枪和20发子弹。班长教他敬礼，教他站岗，教他开枪，他学得很快。班长姓卢，是辽宁人，当了10几年兵。他说：“小陈，你记住，当兵有3件事：第一，听命令；第二，别跑；第三，别死。”陈德胜说：“记住了。”他当兵的第1年，跟着队伍在哈尔滨到满洲里的铁路线上来回巡逻。那时候铁路沿线不太平，有土匪，有逃兵，有走私的，有逃难的。他见过形形色色的人。有一回，他们在铁路上抓到一个偷铁路物资的贼。那贼是个瘦小的中年男人，被抓住的时候怀里还抱着一捆铁皮。他跪在地上求饶，说家里孩子病了，没钱买药。班长让陈德胜把他送交站里的巡警。陈德胜押着那贼走了2里地，那贼一路哭着求他放了他。陈德胜说：“我不是巡警，我做不了主。”那贼说：“兄弟，你放了我，我下辈子当牛做马报答你。”陈德胜说：“你别说了。”那贼哭了一路，到了巡警站，陈德胜把人交了出去。他转身走的时候，听到那贼在身后喊了一声：“兄弟！”他脚步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兵营的炕上，想那个贼说的话。他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，他只知道他是当兵的，军令如山。他后来想，在这条铁路上，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脸了，饿的、穷的、绝望的脸，有些是贼，有些是好人，有些分不清。他慢慢学会了一件事：不要跟这些人说话，说多了心会软，心一软就容易出错。还有一次，他们在铁道上巡夜，碰到一队走私的，他们带着马驮着货，看见呼路军就跑。陈德胜他们追了几里地也没追上。班长鲁说：“别追了，那些人有枪。”陈德胜说：“那不管了。”班长说：“管什么？那些货又不是咱的。”陈德胜说：“那要是炸铁路的呢？”班长说：“炸铁路的有专门对付他们的，不是咱。”陈德胜没听懂，但他没再问。他后来渐渐明白了，呼路军在这条铁路上管的事其实很有限，真正要紧的事轮不到他们插手，他们就是铁路上的哨兵，看着这一段路基不出大乱子就行。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像路边的一棵树，
看着火车来了又走了，看着人来人往，而他只能站在原地。1922年秋天，陈德胜跟着队伍第一次跑了一趟长途，从哈尔滨到满洲里，来回一趟走了9天。那9天里，他看见了大草原，看见了成群的牛羊，看见了边境线上的哨卡，看见了满洲里车站里混杂的人群。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当的这个兵跟别的兵不一样，他守的是一条能把人送到很远地方的铁路。他回来之后给他娘写信，说他看见了草原。他娘回信说，草原是啥样的？他想了半天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最后写说，草原很大，像天一样大。1924年，陈德胜已经在护路军干了4年，他升了班长，手底下管着7、8个兵。他的巡逻路线是哈尔滨到满洲里的这一段铁路，来回一趟要4天。他熟悉这条铁路的每一段路基，知道哪个弯道容易脱轨，哪个路段冬天积雪最深，哪一站的水不好喝，哪一站的站长脾气好。他知道铁路边哪个村子卖的热水便宜，哪家的小店烙饼好吃。他有时候觉得自己不是兵，他像是这条铁路的一部分。他的兵叫他陈班长，他不爱说话，但干活踏实，兵们服他。新兵来了，他教他们站岗，教他们认铁轨，教他们怎么在雪地里走路不冻伤。他说，你们记住，铁轨是铁的，但它是活的，他知道哪段路不平。新兵说，班长，铁轨怎么是活的？陈德胜说，你在这条路上走几年，你就知道了。1925年春天，陈德胜在铁路边救了一个人，那是个白俄女人，带着一个孩子坐在铁路边等火车，等了1天1夜也没等到车。她是从西伯利亚逃难来的，要去哈尔滨投奔亲戚。陈德胜巡逻路过的时候，看到那女人嘴唇发白，孩子在她怀里哭。陈德胜把自己的干粮给了那女人，又帮他们拦了一辆货运列车，跟车长说了好话，让他们搭了一段车。那女人上车的时候，用俄语说了句什么，陈德胜听不懂，他摆了摆手。他的兵问他，班长，你跟他说啥了？陈德胜说，没听懂。兵说，那你咋帮他？陈德胜说，看着怪可怜的。兵说，你今天帮他，明天帮吗？陈德胜说，帮一个是一个。那之后，陈德胜巡逻的时候多了一个习惯，他会在军装口袋里揣2块干粮，遇到逃难的人就给1块。他的兵说，班长，你天天给人家干粮，咱自己都不够吃。陈德胜说，少吃1口饿不死。兵说，那要是给不完呢？陈德胜说，给不完也得给。1925年冬天，铁路沿线的土匪闹得厉害，有一伙土匪专门劫货运列车，烧了3个车站，还打死了1个巡路的兵。陈德胜所在的连队被派去清剿，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追了那伙土匪半个月，最后在一座山沟里围住了他们。那场仗打了1上午，陈德胜亲手击毙了2个土匪，他的老套筒打了23发子弹，枪管都打烫了。战斗结束，他蹲在地上喘气，看着那些被打死的土匪，有的看起来比他还年轻。班长卢走过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，小陈，你杀人了。陈德胜说，班长说，习惯了就好。陈德胜没有说话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雪地里，看着满天的星星，想他当兵是为了吃饱饭，他没想到他会杀人。他想起曹州，他想起他娘，他想起他妹妹，他想起那个偷铁皮的贼。他不知道自己在这条路上还能走多远。那场仗之后，陈德胜立了一个功，连长说要给他请赏，他听了没有高兴。班长鲁说，你怎么不高兴？
陈德胜说：“打死了2个人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”班长说：“那是土匪。”陈德胜说：“土匪也是人。”班长说：“小陈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。”陈德胜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就跟你说说。”班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小陈，你要记住，你是当兵的。”陈德胜说：“是。”他嘴上说是，但他心里知道，有些事他忘不了。1926年，陈德胜的连队换了防区，从哈尔滨调到了奉天附近的铁路线，他离曹州更远了。他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，信写得很短，都是报平安。他在信里说：“娘，我很好，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您别惦记。”他娘不识字，他让村里的教书先生念信。教书先生念完了，他娘抹抹眼泪说：“这孩子瘦了。”陈德胜不知道，他娘说他瘦了。他每次写信都把自己说得很好。他有一次在信里多写了一句话：“娘，等我攒够了钱就回去看您。”他娘收到信之后，天天盼着他回来，盼了1年，他也没有回来。他娘让教书先生回信说：“你别惦记家里，你在外头好好干。”陈德胜收到信的时候，正在奉天站的站台上执勤。他看完信，把信折好放进贴身的衣袋里，衣袋里已经攒了7、8封信了。他舍不得扔，他想着等攒够100封就回家一趟。1927年秋天，陈德胜在奉天站碰到了一个从曹州来的人，那人认出了他，说：“陈德胜，你娘让我给你带句话。”陈德胜说：“什么话？”那人说：“你娘说你妹妹嫁人了，嫁到邻村了，让你别惦记家里。”陈德胜说：“哦。”那人说：“你怎么不回家看看？”陈德胜说：“走不开，当兵的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再不回去，你娘就老了。”陈德胜没有说话。那天晚上，他坐在奉天站的候车室里坐了一夜。他想起他娘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，风把他头上的蓝布巾吹得飘起来。他想着想着，眼睛就湿了，但他没有哭。他是当兵的，不能哭。1928年6月4日，陈德胜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一天。那天早上，他正带着兵在黄姑屯附近的铁路线上巡逻，突然一声巨响从南边传来，他脚下的铁轨都震了一下。他抬起头，看到南边的方向升起一团黑烟。班长鲁从后面跑过来大喊：“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”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看到了一幅让陈德胜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：铁路被炸断了，铁轨的断口处向上翻卷着，像一把被拧断的大刀，钢轨扭曲变形，枕木被炸得横七竖八，路基被炸出一个大坑，爆炸的中心躺着一列被炸毁的列车，车厢歪斜着，车窗全碎了，现场已经乱成一团。有人喊，有人跑，有士兵在维持秩序。陈德胜站在铁轨旁边，看着那段被炸断的铁轨，他蹲下来，伸手摸了摸铁轨的断口，断口处还是烫的。他的兵问他：“班长，这是咋了？”陈德胜说：“黄姑屯出事了。”兵说：“什么事？”陈德胜说：“不知道，反正出大事了。”后来他们才知道，那天早上，张作霖乘坐的火车在黄姑屯被炸了，他身受重伤，当天下午就死了。陈德胜在黄姑屯的现场待了3天，3天里他看到无数的人来来往往，有军人，有官员，有记者，有医生。他听说了各种说法，有的说是日本人干的，有的说是苏联人干的，有的说是仇家干的。他不知道是谁干的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，有人在这条铁路上放了炸弹，炸死了一个大帅，而他是这条铁路上当兵的。
他巡逻过无数次的这段铁路，他蹲在那段被炸断的铁轨旁边，摸了很久。铁轨的断口向上翻卷着，像一把被拧断的大刀。他忽然想，他在这条铁路上走了8年，他见过贼，见过土匪，见过逃难的人，见过白俄难民。他以为他什么都见过了，他没有见过这个。那3天里，陈德胜几乎没有合眼。他跟着队伍在爆炸现场周围警戒，防止有人趁乱破坏。他看见有人在铁轨旁边哭，那是一个铁路工人。他在这段路上干了20年，他看着被炸断的铁轨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工人说：“这条路我修过，它断了，我心里难受。”陈德胜不知道说什么，他拍了拍工人的肩膀。他想起自己巡逻的时候也摸过这段铁轨，他熟悉它的每一寸。现在它断了，像一把大刀被拧断了。他也难受，但他没有哭。他是当兵的，不能哭。那天晚上，陈德胜没有睡着，他躺在兵营的炕上翻来覆去。他想起班长鲁说过的话：当兵有3件事，第一听命令，第2别跑，第3别死。他不知道明天会接到什么命令，他不知道这条铁路以后会变成什么样。他只知道一件事，这段铁轨断了，像一把大刀被拧断了，而他是这把大刀边上的一个小兵。他闭上眼睛想他娘，他娘在曹州种地，他娘不知道他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娘只知道他在铁路上当兵，他娘以为铁路是安全的，他娘不知道有人会往铁轨下面埋炸弹。陈德胜翻了个身，天快亮了。皇姑屯事件之后，奉天城里的气氛紧张了很多。陈德胜的连队被调去加强了铁路沿线的警戒，巡逻的次数多了，站岗的时间长了。他的兵私下里议论说：“是不是要打仗了？”陈德胜说：“不该问的别问。”兵们不问了。但陈德胜自己心里也在想，他在这条铁路上待了8年，他见过太多事了。他知道有些事不是他一个班长能想明白的。他只知道铁轨断了，断了的铁轨可以修好，但有些东西断了，就再也接不上了。1928年夏天，陈德胜的连队又换了一次防区，这次是调回哈尔滨。他又回到了他熟悉的哈尔滨到满洲里的那一段铁路。他回去的那天，站在铁路边看了看，铁轨完好无损，火车的车轮碾过铁轨，发出有节奏的声音。他蹲下来摸了摸铁轨，铁轨是凉的。他忽然想，他摸过的这段铁轨下面埋过多少故事。他想起那个偷铁皮的贼，他想起那个白俄女人，他想起那些死在雪地里的土匪，他想起皇姑屯那段像大刀一样翻卷起来的铁轨。他在这条路上走了8年，看了8年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要走多久。他只知道，只要他还穿着这身军装，他就得在这条铁路上走着。他站起来，拍拍膝盖上的土，继续巡逻。他的兵跟在他身后，阳光照在铁轨上，2条铁轨向远方延伸，闪着光。陈德胜走在铁轨边上，像一个走在刀锋上的人。他不知道这条路通向哪里，但他知道，他得走下去。1928年秋天，陈德胜收到了一封家信，信是他妹妹写的。妹妹说，娘病了，病得不轻，让他回去看看。陈德胜拿着信，在站台上站了很久。他去找连长请假，连长说，现在是多事之秋，你走了谁带你的兵？陈德胜说，我就回去一趟。连长说，不行。陈德胜说，那我娘呢？连长说，让你妹妹先伺候着，等过了这阵子再说。陈德胜没有再说话。那天晚上，他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，哥现在走不开，
你照顾好娘，等哥回去。”他把信寄出去之后，在兵营门口坐了很久。他想起他娘站在村口送他的样子。他娘说：“关外那么远。”他说：“远怕什么？”现在他才知道，远不是最可怕的。远的意思是，你在外面想回不去。那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回到了曹州，他娘站在村口等他。他跑过去喊娘，他娘抬起头看着他笑。他醒了，枕头湿了一片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1929年春天，陈德胜的连队又执行了一次清剿任务，这次是在哈尔滨以北的铁路线上。他们追的那伙人不是土匪，是逃兵，一群从关内逃过来的溃兵。他们抢了车站的粮食，躲进了山里。陈德胜他们追了7天7夜，最后在一座废弃的木屋前围住了那伙逃兵。逃兵的头目站在门口举着枪喊：“我们就是想吃口饭，我们不是土匪。”陈德胜站在雪地里，看着那个人，那个人看起来和他差不多大。他忽然想起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当兵，他也是为了吃口饭。连长喊话让逃兵投降，逃兵的头目犹豫了很久，最后把枪扔在地上说：“我们投降。”他们被押走的时候，从陈德胜身边经过，那个头目看了他一眼说：“兄弟，你也是山东的吧？”陈德胜说：“是。”那头目说：“我也是曹州的。”陈德胜愣住了，他仔细看了看那个人，他不认识，但那个人确实带着曹州的口音。那头目说：“兄弟，我认识你，你是陈家的老二吧？你家在村东头。”陈德胜说：“是。”那头目说：“你娘还好吗？”陈德胜没有回答。那头目被押走了。陈德胜站在原地，站了很久。后来他打听到，那个逃兵的名字叫刘三，和他一个村的，从小一起玩过泥巴。他当兵那年，刘三还来送过他。8年了，刘三也来当兵了，刘三也当了逃兵。陈德胜不知道刘三是怎么到的关外，他只知道刘三被押走的时候叫他兄弟。那天晚上，陈德胜坐在兵营里给他娘写了一封信，信上说：“娘，我挺好的，您别惦记我。”他写完了信，又写了一封没有寄出去的。那封信上写着：“刘三，你家里还有啥人？我替你照顾。”那封信他一直没有寄出去，因为他不知道刘三家里还有什么人，他也不知道刘三后来怎么样了。他只知道，在这条铁路上，他见过太多像刘三一样的人，他们是兵，是逃兵，是贼，是土匪，是好人，也是坏人。他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，都是为了吃口饭。他有时候想，自己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他想了想，觉得没什么区别，他只是运气好一点，没有当逃兵而已。1929年冬天，陈德胜在巡逻的时候摔伤了腿。那是哈尔滨附近的一段路基，冬天积雪下面结了冰，他踩滑了，摔进路基边的沟里，腿骨折了。他被送到哈尔滨的医院住了2个月。住院的那2个月，是他当兵9年以来最清闲的2个月。他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想了很多事。他想起曹州，想起他娘，想起他妹妹，想起刘三，想起黄姑屯那段铁轨。他想着就睡着了。他出院的时候，医生说他这腿以后不能跑长路了。陈德胜说：“那我还能当兵吗？”医生说：“当兵能当，但不能跑急路。”陈德胜说：“那就行。”他回到连队，连长让他继续当班长，但巡逻的时候可以少走些路。陈德胜说：“我没事。”连长说：“你腿瘸了，走多了会疼。”陈德胜说：“疼就疼呗，
我习惯了。他继续巡逻。他走在那条熟悉的铁路线上，腿有点瘸，但脚步还是稳的。他的兵说：“班长，你腿不好就别走那么快。”陈德胜说：“我走了9年了，这条路上哪块石头硌脚我都知道。”兵说：“那你还走？”陈德胜说：“不走干什么？”兵说：“你可以歇着。”陈德胜说：“歇着就不是我了。”1930年秋天，陈德胜收到了妹妹的来信，信上说他娘病好了，让他别惦记，还说家里给他相了一门亲，问他什么时候回去看看。陈德胜拿着信看了很久，他算了一下，自己当兵已经10年了，10年了。他从19岁走到了29岁，他在这条铁路上走了10年。他给妹妹回信说，今年冬天回去看看。他妹妹收到信之后，天天盼着。1930年冬天，陈德胜真的请假回去了。他坐了4天的火车，又走了2天的路，回到了曹州。他站在村口的时候，看到他娘站在村口等他。他娘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背也驼了。他娘看见他喊了一声德胜，他快步走过去喊了一声娘。他娘伸手摸了摸他的脸说，你瘦了。他说，娘，我挺好的。他娘说，挺好的咋瘦了？他说，当兵的都瘦。他娘说，当兵的都瘦，那你回来干啥？他说，回来看看您。他娘笑了。那天晚上，他娘给他煮了一碗面条，握了一个鸡蛋。他坐在灶台边吃，他娘坐在旁边看他。他娘说，你在外头吃了10年饭，还是家里的饭好吃吧？他说，好吃。他娘说，好吃就多吃点。他吃着吃着，眼泪掉进了碗里，他赶紧低头吃面条，装作没掉。他娘也没有说。那天晚上，他躺在炕上想，他在这条铁路上走了10年，他见过火车，见过洋人，见过大帅的死，见过刘三。他最后还是回到了曹州，回到了他娘身边。第2天，他妹妹带着他去看那门亲事。女方是个村里的姑娘，比他小3岁。姑娘看见他有点害羞，他也不知道说什么。他妹妹在旁边说，哥，你倒是说句话。陈德胜想了半天说，姑娘，我是在铁路上当兵的。姑娘说，我知道。陈德胜说，我这腿摔过，瘸了。姑娘说，我知道。陈德胜说，我可能还会在外面待很久。姑娘说，我知道。陈德胜说，那你还愿意？姑娘说，愿意。陈德胜愣了，他妹妹在旁边笑了。那年冬天，陈德胜成了亲。成亲那天，他穿着新衣裳站在院子里，他娘坐在屋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想起自己19岁那年离开曹州的时候，他娘站在村口送他，风把他头上的蓝布巾吹得飘起来。现在他回来了，他娘还在村口等他。他忽然觉得这10年值了。成亲之后，他带着媳妇回了哈尔滨。他媳妇在哈尔滨的铁路家属区住下，他在护路军里继续当班长。他每天还是巡逻，走在那条熟悉的铁路上，只不过现在他的军装口袋里除了干粮，还多了一样东西，一张他媳妇的照片。他巡逻累了的时候，会停下来掏出照片看一看，然后继续走。他的兵说，班长，你媳妇真好看。他说，那是。兵说，班长，你咋不带她去逛逛街？他说，走不开，等哪天歇班了再说。他嘴上这么说，但他心里想的是，他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条铁路上的兵了。他在这条铁路上走了一辈子，从19岁走到白发，他见过太多事太多人，
他知道，铁路上的每一块枕木下都有故事，有些枕木下面埋着死人，有些枕木下面埋着活人的梦。而他陈德胜，就是这条铁路上一块会走路的枕木。他一直走着，从1920年走到1931年，从19岁走到30岁。他走过了皇姑屯，走过了雪地，走过了逃兵，走过了他娘的村口。他还在这条铁路上走着，因为火车还在跑，因为路还在，因为他是一个当兵的，铁轨上当兵的人。这就是陈德胜，一个在铁轨上走了半辈子的人。